各位线上的同修及大德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感恩大家准时来参加这个读书会，线上的读书会啊。那么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啊。求法要严肃呢，是因为严肃才能显其庄重，庄重才能起恭敬心，而佛法就在恭敬中求啊。那用法要轻松呢，才能如行云流水般潇洒应对，也才能化方法为妙法啊，以机智去对治人事。反之，若以轻松随缘的心态求法，很可能因为轻松随便而流于因循苟且，造成轻浮与轻视。如果以严肃的心态用法的话呢，那很可能难以圆融善巧的去应对不同根器的众生，造成死骨不化、僵化不灵啊，让人家不敢亲近啊，而无法应缘对机啊。所以两个也是要平衡，双轨并行抓到它的平衡点。该严肃的场合，我们就要严肃啊。该轻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轻松。如果该严肃的场合，我们举止轻佻，态度轻率，该轻松的时候呢，我们一脸严肃，不苟言笑，那这样人家也不敢跟我们亲近了。一个君子呢，有他严肃的一面，也有他轻松的一面一个君子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严肃的，也不是一天到晚都轻轻松松、嘻嘻哈哈的，不是有他严肃的一面，也有他轻松的一面孔子的学生呢，就赞叹的孔子赞叹他们自己的老师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君子孔老夫子就是君子嘛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极之也温其言也厉。什么意思这一个君子有三种变化。从远距离看他呢，他很庄重严肃，仪容端正；从近距离看他呢，他的个性随和，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再远一点呢再进一步跟他谈话呢才知道说他是讲话是义正辞严铿锵有力讲话很绝妙，很有重点。这种的人格特质呢，值得我们去学习能够轻松用法的人呢，必有其幽默与睿智的人格特质。精通法要的高僧大德，那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因为呢智慧如海所以可以在幽默中蕴藏佛法，可以在轻松活泼之间呢，把佛法弘扬的淋漓尽致。这个叫做观机斗教，应缘说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最要紧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圆满跟恒顺圆满就是什么？就是左右逢源面面俱到的意思不会顾此失彼偏执一边，偏一边不会。那恒顺呢，就是什么？就是恒顺众生嘛，随顺因缘，随缘自在，他不会刻意强求做到圆满跟恒顺呢，才能圆融无碍的立足于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凡夫就是做不到，才会眼神人群中你我是非很多跟自身很多的烦恼跟障碍这就是什么？严肃跟轻松的这种分寸呢，不能拿捏恰到好处，结果就是什么？不是严肃有余，轻松不足就是什么？轻松过头造成轻浮或是呢严肃过头造成苛刻他这个人很严肃，但是一出话就变成对人家很苛求、很苛刻这些都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原则要讲得很清楚、很坚定。清楚坚定就是什么？就是不模糊、很明确。方法要讲得很善巧、很圆融
善巧圆融就是什么？就是不呆板，很灵活。同理呢，求法要严肃才会起恭敬心，刚刚讲嘛，用法要轻松才会行云流水嘛，严肃不代表不苟言笑哦，严肃不是说你就要不苟言笑啊，轻松也不是说代表不庄重，不是说他这个人很轻松，但是他这个人不庄重，这两码子事啊。严肃中也可以不失温馨，轻松中也可以不失庄严呐。做人处事依中道而行呐，严肃与轻松的不落两边。刚刚讲不偏执一边不落两边，随顺境缘，随顺这个境界跟因缘呢，扮演人生不同的角色所以呢，可以扮演庄严的菩萨也可以扮演活泼的菩萨不管是严肃或轻松，都能如行云流水，清安自在，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什么菩萨游戏人间嘛那菩萨是什么？菩萨就是觉有情觉有情就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了那佛就是什么？觉悟的众生而我们是还没有觉悟的佛未来佛了，人人皆可成佛，只是有些人还没有觉悟而已了，对所以才说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了。如果我们不识时务，也不识大体，甚至呢常常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高高在上这样很容易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最后自己变成什么？变成孤家寡人一个，这样呢会令人难以亲近大家都不想跟我们亲近，我们就缺少什么？就缺少福缘我们不但没有进人群，一旦进了人群，又跟人家拒人于千里之外，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意思了那这样跟众生没有结好福缘呢，那我们即使再有什么智慧呢，也很难去去教化众生的。什么意思你所说的法，人家听不进去所以中庸之道是很重要的立身行事的准则孔子说：“君子中庸了，小人反中庸了。”这句话了，中庸之道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所以会中庸，是因为君子不落两边。刚刚讲嘛，不落两边，左右平衡，不偏不倚，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以佛法来讲呢，叫做什么？中道实相。那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什么？小人喜欢什么？小人有分别心喜欢什么？厚此薄彼很会搞小圈圈所以才说小人党而不群嘛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小人党而不群，君子之群而不党。”小人是党而不群怎么样？小人喜欢什么？偏听偏信喜欢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道听途说小人就是这样子听话只听一边，所以很主观，看法很狭窄，很武断专走极端简单讲了，中道就是不落两边反中道就是偏执一边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中道实相，而不是学偏执一边，也不要偏这一边，也不要偏那一边我们是大爱无边。当年慈济医院在筹建的时候花莲慈济医院在筹建的时候呢，这个老委员们呢，个个卯足全力要募款因为那时候募款也不容易嘛。有一次呢，一位老委员呢，带着一位很有钱的大德要到金色来捐款当龙董龙董是一笔比较大的钱善款由于当初的募款不容易所以委员们碰到这么发心的大德要来捐款，都十分兴奋所以当这位捐款大德要来到金色的时候呢，这位老委员呢跑去跟上人报告说：“上人，请你赶快出来，有一位很有钱的大德要来捐钱。”这样跟上人讲那上人听他这样一讲就回答他说：“有钱的人来捐钱，我就要赶快出来那比较没有钱的人要来捐钱，我不是慢慢出来有一位长居海外的志工在进慈济之前呢，即好赌成性很喜欢去赌场赌博。有一次呢，在寻根之后呢，
受到感动而皈依呢正言上人那上人当然就给他赠予他法照跟念珠嘛受赠的嘛他心想自己本来在赌场里面是赌艺高超经常是十赌九赢呢。现在受赠之后，我如果能够拿着上人的念珠跟法照带在身上去赌在上人的加持之下呢，应该更能够每赌必赢才对可是他回去这样赌他每次如此，每一次都怎么样？十赌九输。有一次呢，他回来台湾在上人的在场的一个场合里面分享就把他这个故事讲出来那结束后呢，上人呢就叫人把他请人把他叫到前面来，笑笑的对他说：“哇，你很大胆你居然带我去赌博这个是上人这个幽默的一面有一位委员看到就跟上人说：“上人，我是受过菩萨戒才进来持戒的上人说：“这样那这样很好，那你要赶快做菩萨如果你不做菩萨就犯戒不做菩萨就犯戒，哇，这个很严重不容易这上人幽默。那有一位长居海外的委员嘛有一次呢回来净寺几天寻根嘛亲近上人嘛，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向上人告假后，跟上人说：“上人，我的法号是什么什么什么，上人你要记得我这样跟上人讲。就上人跟他讲说，自己记住自己比较重要啦，自己记住自己比较要紧啦。不要要求我记得住你了，弟子这么多，怎么可能每个都记得住对不对？所以这个上人很轻松，很幽默。有一次一位马来西亚的事业家呢，回到金色要离开之前呢，跟上人分得心想他分得心得了分享心得了。他跟上人说：“上人，我还没有进慈济之前呢，看到马来西亚一些慈济志工很发心我看他们做得很努力感觉他们好像做到走火入魔。后来我自己呢，也慢慢的投入活动，越做越欢喜，感觉自己好像也是走火入魔。这个其实是用词错误了那上人在他结束分享后，就对大家开示，因为这有一点是用词不当嘛上人就赶快大家解释，在他分享完后就跟大家开示说刚刚这位居士他所讲的走火入魔，请大家不要误解他的意思是什么？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把走火入魔马上改成智慧，改成这么有智慧的一句话，哇，大家一片笑声这个大家也在上人的幽默的对答中呢巧妙的领受了佛法，这个里面就是佛法，而且呢听过之后呢，铭刻在心，永难忘怀像这种幽默，已经不是用机智可以来形容了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大圆净智是清净的佛智是圆融无碍的大智慧可以四两拨千斤，轻易化解尴尬我们可能有一点，大家都有一点极致的，每个人一点极致的可是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高度的境界。用兵跟用法的道理是一样的，两个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需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用兵要谈笑用兵用法要什么？轻松用法。能谈笑用兵，代表他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能轻松用法，代表他炉火纯青，挥洒自如那什么叫做谈笑用兵呢？就是精于用兵之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兵战为下，心战为上。兵临城下他还是轻松自若，清安自在，那不是不管事不做事那是因为什么？胸有成竹而有备无患心里早做好准备了，所以能轻松对付敌人就好像什么功课都准备好了，自然就不怕随时要考试嘛，也是一样嘛。用兵也是一样，
谈笑之间就已经可以把对手摆平了。而更妙的是什么？对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摆平了啊。那什么叫做轻松用法？就是精于用法之道啊。面对困难跟问题呢，不费吹灰之力的，已经让问题呢迎刃而解，甚至让是非变成教育，让问题变成菩提啊。即使问题实在无解或者难解，我们也不会被问题缠身了啊，至少可以金蝉脱壳啊，不被问题缠身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这也是个生活的智慧啊。碰到是非或烦恼，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来去自如啊，不会纠缠不完呢，捆绑一起。有一次啊，一位委员呢也是问上人他说：“请问上人，你会不会钻牛角尖呢？”问上人这句话，上人回答：“我当然也会钻牛角尖呐，但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一旦钻出去就跑不出来啊，我是随时可以钻进去，但马上就跑出来。这是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里啊。我们就是在是非中落入是非，在烦恼中落入烦恼啊。可是圣者是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意思一样，道理是一样的。谈笑用兵是对付敌人很容易的，对不对？不紧张。轻松用法是对治人事问题，也是很容易。其实菩萨道难行之处就在于什么？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呀。这句话也是一句古话啊。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人喜欢当官享受什么权力的欲望啊。有人则是喜欢自由自在过恬安淡泊的生活有人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的人是什么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这些都是不同的个性使然我们也强求不得了。凡夫习气跟个性很多，造成人事问题也是很多虽然说没有个性不是人但是呢，太有个性也难做人所以才说什么做事容易做人难，任劳容易任怨难这个不只是人群中的修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就有这些体会跟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磨来磨去，磨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来磨我们的磨不是外磨，而是内磨叫做什么？作茧自缚也叫做什么？庸人自扰自缚自扰都是自己的内磨在作怪，外磨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内磨所以呢，既然人生有很多的这个疑难杂症忧悲苦恼都很难去避免的，我们就要提前去做准备。明明知道就有这些问题会缠身，那我们就要做好如何去金蝉脱壳我们就要提前做好准备。有备就无患无备就有患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这句话叫什么这句话我个人觉得非常好了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所以谈笑用兵或轻松用法也是要懂得超前部署对，准备充足了才会胸有成竹，才能做到什么？不畏战也不怯战也就是什么？圣严法师所讲的一句真言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最后什么？最后放下他所以你要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就要怎么样？跟他正面直球对决因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事过境迁或时过境迁，全然放下他叫做什么？叫做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这样
啊，才能怎么样清安自在啊。不过这个地方要注意哦，我们刚刚有讲直球对决嘛，对不对？还有讲以其人之力还治其人之身嘛，他的意思不是叫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谁怕谁啊？乌龟怕铁锤啊，不是这样子哦，是要心平气和的轻松去用法，是用而不用，看起来没有用，看似不用，实则是大用特用，是鸭子划水啊，看似静，实则动，是在低调处理啊，积极进行啊，只是你我看不出来而已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伤他人，也不害己身，这个功夫就厉害了。有一次呢，我陪一位年轻有为、担任一间大公司总经理的师姐就见上人了。年纪轻轻当了总经理，你看能力多好啊！这位师姐呢，虽然是居高位哦，但是很有心，经常参加慈济的志工的活动，甚至呢，她也想说把工作辞掉，这么高兴的工作要把它辞掉呢？她干什么？她要回去花莲净寺当清修士啊！那时候很多年前，我们去新马去做清修士的这个办说明会嘛，号召这些年轻又有这个有心要修行的这些年轻人呢回金色嘛。那因为看到这位师姐，能力这么好，这个地位又这么高，却想什么返璞归真呢？要回金色当清修士。那时候我就是特地陪他跟几位有志一同的那些年轻人呢回金色，并且安担在金色呢，做为期3天的什么实际金色体验出家生活的体验就对了。那3天结束后呢，要离开金色的时候，那上人大家在上人面前呢，就做心得分享嘛。你们这么有心回来金色学习体验，那要走之前，要跟上人分享一下这3天你的心得是什么嘛？那轮到这位师姐分享的时候，她就很感触的起来说，她起来很感触的说什么？她说我从高高在上的职场她认为她自己高高在上她说我从高高在上的职场要转换跑道进入戒规，就像出家人一样的清修士因为清修士的戒规跟出家是一样的要转换跑道呢来当这个戒规这么严格的清修士每天还要过什么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修行生活他说这种心境的转折呢，感觉好像从4楼跌下来1楼一样。他这样子讲，他的感觉好像从4楼跌下来1楼一样。等他分享完之后呢，上人对众开示这句开示很经典上人说，刚刚这位委员分享的不是从4楼跌下来，这个是从1楼爬上去上人继续说，人不能有我很高的心态。他认为我高高在上嘛，他刚刚讲嘛，说上人说不能有我很高的心态。人如果常常自觉高人一等，就会高处不胜寒这样就没有人敢来亲近你，就会拒你于千里之外，你这样就很难结好众生缘这一句的开示呢，也是一样，话很淡理很浓其实是的确如此因为水是往低处流嘛，对不对？人是往高处爬嘛，这是古有明训嘛，大家都会这样子做没错。但是如果人生只会一味的追求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却不懂得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这种人生的真谛结果就会什么？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上进不是不好或不对，但不能一味的追求高深而无法谦卑低就说得很好因为什么？上得了台也要怎么样？下得了台更何况什么高低上下进退快慢动静等等，也不是绝对的啦，都是相对的嘛。各位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嘛，高不成低不就，两头不到岸，这也是一种烦恼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嘛。
而这种烦恼不是外来的高不成低不就，这种烦恼也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的内心产生的，就是什么？刚刚前面所讲的什么？内魔难防嘛。为什么难防？因为这个内魔呢，随时在我们的心中呢，招兵买马，做大他的势力。那危机之处就在哪里？就在我们察觉不到，因为他一天一天的累积，你无法，除非你是很敏锐的人危机之处就在我们察觉不到，要察觉得到呢，就要怎么样？就要每天都要有以前我们讲过的静思独处沉淀的时间这个上次我们有分享过嘛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就要将它置之一处，久久不动，时间久了，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然现前。是什么道理？静思的作用就是这个嘛。上次我们讲过嘛。几年前呢，我去那个大陆苏州我们有个慈济静思书院嘛去那边演讲那讲座到最后呢，那天有200多个年轻人，都是年轻人的来听讲座。那最后我有安排一个双向交流了时间嘛。那这个时候就坐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位年轻人就举手那他就问我，他说刘老师，他们叫那个演讲的人都叫老师的，有去过大陆都知道嘛刘老师，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不知可不可以可是因为他还没有问，我不能说不行对，我当然说好，请问那这位大德就问他说什么？他说，请问您对钓鱼台的看法怎么样？问我钓鱼台的事情的那时候好像钓鱼台的事情不是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在那边都在那边争来争去的嘛。他问我这句话，那原本是很轻松温馨的现场顿时陷入一阵严肃凝结的气氛我停了几秒之后，我回答他，我说这位先生我们是学佛的人不方便去讨论钓鱼的事情而且我们慈济人在倡导斋戒如素所以我们也不鼓励人家去钓鱼啦我用这样的简短的方式回答他之后呢，现场的那个听众一片笑声我也客气的向这位年轻人呢致歉我说哎呀对不起我只能如此回答。各位想想那天那个现场，我如果义正辞严的很严肃的回答说对不起我们慈济人不谈论政治，我如果用这种声色这样回答的话，现场气氛一定会很僵所以呢，轻松用法才是活用佛法，叫做用而不用，不着痕迹，不费周章。所以才说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不能死板板的，要放松才会生动自然方法妙用才会千变万化了。你把方法妙用，这个方法才会千变万化才会出神入化。那一成不变叫做方法，千变万化叫做妙法。但是要注意一点，这个千变万化还要万变不离其宗这是它的条件叫做什么？叫做万法归宗。这个宗指的就是佛法的精神跟精髓，这个不能跑掉。也就是什么？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了。方便有多门，就是方便法有很多很多不只是84000，甚至是无量法门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虽然方便法很多门可是呢，这个方便走入真实，这个真实只有一个而已还是道一以贯之的，原汁原味这个无二路跟道一就是什么？就是重串的重头啦包粽子这个粽不是重串一个重头嘛重头的意思道无二路跟道一以贯之，这个道一呢就是重头了众生可以很多，但是重头只有一个行动纲领呢，我们做事都要行动纲领嘛。行动纲领就是法脉，必须守之不动那行动的方法、行动的项目也好，是宗门，这个必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有所变，也可以有所不变所以呢，如果要入世的宗门，宗门就是走入人群的入世嘛
所以如果要入世的宗门能触角广深就要什么随机应变、通权达变，还要与时俱进，并契合社会的脉动，去灵活用法，这样才是佛法生活化，也叫做什么？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也叫做佛法不离世间法，也叫做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看刚刚这几句都是句子的文词虽异不一样，文词虽异其意相通，它的意思就是一样的，就是道一以贯之都是什么？都是法法相通道道相通最后都是什么？殊途同归归元无二路，就是这个意思了。其实有的人在说法中不提一个佛字听他的说法都没有提到一个佛字但是他讲的都是佛法。我们希望能走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尤其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有时候你一讲宗教了，对方就会先入为主心存定见，甚至呢，你没有强调宗教但是人家知道你是有宗教的背景，就开始敏感起来就有些人就会这样子开始敏感起来。举例说了，你跟他说近似语他就说哎呀这是佛教的东西那其实近似语是什么？这是立身行事的准则，它不是宗教教义的残阳嘛。里面没有不是在传教的是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教我们如何去做人处事，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受益。你自己有意识形态的敏感，则什么事都很敏感，这样不好。难道你生病去看医生，你还要问医生，请问医生你是信什么宗教的你是什么教？那我不要，我跟你宗教不一样，我不要。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人会这样问嘛，是吗？我带过的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都是3大种族人共存的国情对宗教跟种族的议题是十分敏感的不只是民间敏感，政府也敏感但是大家有共识有默契的。什么默契呢？不能在公众场所谈论种族及宗教的议题，因为这个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就论定的，但是会产生冲突，产生对立现在还是没有变的，还是新马还是这样子虽然新马两国是做慈善是没有限制的但不能有传教之嫌，这个是敏感的如果要说起在约旦或土耳其这个回教国家那是更敏感的。做慈善或公益可以但谈宗教就很敏感了连注册都不能有宗教的字眼我们也只能什么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去自我调整去通权达变，以前讲的嘛，才能帮助更多的众生佛陀的弟子当中有一位是叫做说法第一的，叫做富楼那。他的传法呢就是什么巧思绝妙，轻松自如生动自然也就是什么因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而为说法。对什么样的人呢，就讲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话，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这是度众的4个方法方便法啦另外有一套方法也很好，叫做动之以情，晓以大义，说之以理，甚至诱之以利时机成熟就把它绳之以法。这个绳之以法不是这个用法律把它处罚，不是这意思绳之以佛法，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正信的佛法叫做就地正法。佛陀对众生施教的方法呢，富楼那都能善巧的运用。佛陀度众的那些方法，富楼那都学得很到位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方便说法，还有什么伺机说教，随病受药，观机逗教，理事相通，解行并重，理事双融这是富楼那可以说完全得到佛陀布教说法的精髓三昧的意思完全学到佛陀这个
布教说法的三昧啊。有一次呢，富罗那要去危险的国度啊，叫做富罗那国啦，去布教弘法。佛陀担心的问他了，那边的人很野蛮啦，那个是野蛮国嘛，如果你说的法他们不接受而骂你怎么办呢？那个富罗那就说了，他们只是用嘴巴骂我啊，他就表示他们还不错啊，没有用拳头打我啊。再问了如果他们用拳头棍棒打你呢？我仍然觉得他们很好啊，他们并没有用刀剑要刺伤我啊。如果他们用刀剑要刺伤你呢？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很好啊，他们并没有用残酷的把我打死，他们没有残酷的把我打死啊。假如他们把你打死呢？那这个我就要更感恩他们了。为什么？他们杀害我的色身啊，是帮助我的道业啊，是帮我提早入涅槃啊，帮助我以身体跟生命来报佛恩啊。这个对我是没什么大碍，但很遗憾的是，他们这样子做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啊。那这是非常强的信根啊。佛陀听完后呢，就跟他说：“富罗那，你真的不愧是我的真弟子啊！修道也好，布教也好，你已学会忍辱，你的心境呢，已经能够达到安稳乐利。我们放心，也欢送你起身。”这一段只是讲给大家参考了。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这一段，我只是把这个前面这个大概这个故事，富罗那这个人的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是要讲这里我们是要讲富罗那在蛮荒之国如何轻松巧妙的用法而能产生法益，度化那些外道甚至是无道的人富罗那在那个什么苏卢那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国呢，布教弘法，人人都是外道或无道都没有正信的宗教但是富罗那他深深的了解说，必须用方便法才能接地气，跟他们接地气甚至用庶民语言我们现在讲的用庶民语言他们才听得懂，启发他们对佛法的信仰跟兴趣，让他们有欢喜心。因此他富罗那暂时不说出他自己是出家人的身份不说出自己是沙门比丘的身份，而像什么？而扮演一个医生的角色，每日忙着居家关怀啦，去探视病人啦，看护病人啦，施医施药啦，关怀贫病啦，没有人，有人没饭吃就给他饭啦，有没衣服穿就给他衣服啦，就像我们慈济里面所讲的，在黑暗的角落点一盏灯在凄寒的路上生一堆火。所以富罗那的弘法没有跟人民的生活脱节的，而是跟人群打成一片，跟生活全然的结合，让人家感觉不到明显的佛法，但其实富罗那所做的处处都是佛法。所以富罗那在苏卢那国白天带着有心的人去做访视跟济贫的这些居家关怀，晚上呢就集合这些大众呢宣说什么五戒十善及因缘果报、因缘报应的这些道理对初机的人就要讲这个了，对初机的人就要讲这个因缘果报了但是对根基比较利的人就要讲什么？就要讲空跟有的道理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那富罗那呢，刚开始就是跟他们讲这些人生是苦啦，人生无常的这些因缘果报的道理。因为呢，他的说法很接地气，很对机所以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很快的呢，苏卢那国的那些人民都跟富罗那呢结下很好的缘，都因富罗那的善巧接引皈依了佛教。而富罗那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建立了什么500座僧伽蓝，僧伽蓝就是我们讲的寺庙的意思了所以说宣扬佛法呢，有时候可以不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也可以讲佛经要看经，也可以不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看对象，应机说教，甚至也可以不要用说教的方式连说教都没有，不要说讲经了，说教也没有。上人就是如此常常跟
不同的志工团队温馨交流，上人嘛，看起来这个是上人跟一般的团队社区志工交流，你看似交流，其实就是在传法。透过什么？透过心得分享，透过温馨交流，效果好得很啊！这就是用法之妙。富罗那也是一样他不但没有对那些外道说佛法，他也没有对他们说教，但所作所为呢，接地气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就是妙法嘛。这个道理呢，其实很容易懂，因为你不能跟池塘的鱼去讲大海的故事，你也不能就跟夏天的虫就讲北极的故事不能夏虫语冰嘛，对。你也不能就跟老人家们讲两性关系你的讲座也不能跟小学生讲说如何保养身体这样都会鸡同鸭讲还有你自己体弱多病，你如何去向人家推销健康食品，一样的道理。同理见到正在大鱼大肉吃大鱼大肉无肉不欢的人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呢，就跟他讲吃荤不好，杀业很重，会有果报，一定要吃全素，或者他还在商场上运筹帷幄，送往迎来，觥筹交错，交际应酬，你一见面就跟他讲，要守十戒，那他吓都吓死了，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接受呢？他可能会认同你讲的是人生努力的方向就是如此，没有错。但是现实的情势上，他无法立即改变、立即接受，所以不见颜色而言反而会怎么造成不对机而排斥。可能有人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呢，而一语惊醒梦中人有人会这样子的而立即呢由荤转素，并且开始守十戒但是呢，这样一瞬间呢，大彻大悟的人没有几个人而你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呢，一句话就让对方转迷成悟弃荤转素，严守十戒。你有这种说法功力的话呢，也可能你也不是普通人不简单像现在冠状疫情很严重嘛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亿了。往生人数超过200万了，上人呼吁唯一的灵方妙药就是什么？就是斋戒如素。可是大家都有相同的经验我们去劝素的时候是什么？是劝善容易劝素难实在是不简单连佛陀也有善不能何况一切凡夫的我们是吗？所以呢，度人也先要自己有德啦。以德服人以德度人也要跟对方结好缘嘛，所以德跟缘都很重要同时要积极，但是不能着急。度人有时候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拜铺陈酝酿不要积极可以，但是不要着急，也不能不看他的根基而强行说教。讲因缘重次第没有捷径，也没有速成班要沉得住气，耐心铺排，还有妙权诱引，轻松用法，欲擒故纵刚刚前面讲的投其所好啦善用其心就是这个意思吧例如呢，你可以把佛经呢变成电视剧，变成歌仔戏，变成电影，变成舞台剧，甚至变成笑话像刚刚讲的钓鱼台那个那个就是这样子嘛。只要你能够巧妙的把真理跟佛法放进去，不露痕迹放进去，对方也能够接受了，那这就是妙法，这就是佛法。就好像说药粉很苦，但是你把药粉放进胶囊里面再吞进去，这样就不苦道理也是一样嘛。药粉我没办法吃太苦了但是放在胶囊里面我吞下去很容易就是这样子。有一天呢，中午我去一间餐厅跟几位师兄姐聚餐呢。这家餐厅呢是广东点心类的素食餐厅，它是素食餐厅
但是那天是礼拜五，里面全部爆满。他的招牌没有素食2个字，他的点菜单跟英文跟那个文宣海报里面强调4个字啊，素食素点，素食素点啊。我跟那位老板讲啊，如果你文宣改成素食素点，那生意状况可能就会不一样哦。他认同，他说我不敢这样子放，所以他认同说，你要度吃荤的人呢，就要能够先说服他什么？无肉的蔬食不输给荤食，甚至好吃的荤食，甚至好吃过荤食，这样他才有可能接受素食啊。先接受无肉这一关，再讲下一步。现在很多素食餐厅，它的招牌都用蔬食啊，但东西其实都是素的啊，没有肉的啊，这也是妙法啊。不这样，你就难永续经营啊。上人呢，曾经对一位想开素食餐厅的实业家说啊，开示啊，他说上人说，你开素食餐厅呢，吃素的人才会进来了，吃荤的不会进来了。台北有一家也是无肉的素食餐厅呢，素食餐厅呢，他用了招牌字嘛，创意素食啊，生意好得不得了。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平常日子都要分2班制的。你看。这也是一种巧妙嘛，啊，他用蔬之名啊，行素之实啊，巧妙。所以以前曾经讲过嘛，要成功就要什么？先学会变通，能变通，方法才会变妙法。不过讲是这样子讲哦，东西也要好吃啊，这是最基本的啦，因为产品会说话嘛。你东西不好吃，再怎么样广告宣传都没有用啊。人的嘴巴是很现实的啊！你再看看现在的便利商店 ，7-Eleven 啊，或者全家啊，几乎这些市场都被他们这几家独占了嘛，生意已经好得不得了了。可是现在他们的营业方式也是要与时俱进的。他们现在里面的那个新的店哦，装潢跟那个传统的不一样啊。你经过，你以为这是一家高档的西餐厅。那椅子都比西餐店的还好，不是哦，它是便利商店的，你可以花几十块买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坐在那个高级的那个座椅上面享用。你没有看招牌，你不晓得这个就是便利超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变？因为商场如战场啊，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啊。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啊！生意好的也是要与时俱进，因为不进则退。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要广邀来众了，推动公益啊，接引志工会员，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要去邀约志工会员呐，来投入公益啊，接引会员呐，也是相同的道理啊。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啊，也不能什么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太保守没办法做事情，但是不保守，很会乱冲也不可以。刚刚讲这个就君子中庸嘛，对，那小人就反冲庸，这个道理啊，对吧？所以呢，我们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啊，巧妙用法的话，就很难接地气，也很难去接引呢观念一直在日新月异的年轻人呢。年轻人要接引也是不容易啊。对，学佛就是要接引有缘人啊，就是要渡人嘛。学佛就是要渡人嘛。那什么是渡人？渡人就是做众生的桥梁，协助他度过生死苦海，帮他解除烦恼痛苦，甚至进而使他证得菩提呀。什么法都好啦，只要用心巧妙，用的对机，就是妙法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他说什么？他说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同理啊，若能明心，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学佛多年还是外道了。这句话也非常好。世界上啊，有100种宗教，有的很正，有的很邪。但就算是邪，也是道，也是路。虽然呢一时走歪呢，
但是还有机会走回正路嘛。所谓的旁门左道旁门也是门啊，左道也是道啊，只不过是很可惜很可怜走偏了各种的道各种的法门是无量无边，大圣菩萨道所要走的路，所应该要做的事也是无边无涯，没有一定的范围，所以叫做什么？叫做大爱无边嘛，对，就大爱无国界也是嘛。如果说了，我们说非要怎么样做才算是佛道，那已经不是佛法了。法无定法，法本无法，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怎么样才是佛法，对不对？因为佛法最高的精神就是刚刚讲的嘛，圆满跟恒顺嘛，是圆融无碍的。菩萨要入世就要什么？走入人群人群就是五浊恶世的污泥要进入污泥，在烦恼圈子里去锻炼自己，磨练心智，最后成为浴火凤凰或火焰出红莲，这才是佛道莲花出污泥，不然就是这个道理了。对，用法要多用心但不要太严肃，太严肃会让人不敢亲近那太严肃不严肃而轻松，这个轻松也要分寸拿捏得当，不能轻松过度，变成随随便便，造成戏论佛法，或是把佛法当人情，这样就会弄巧成拙，坏了大事所以轻松用法也是要拿捏得宜过犹不及但智慧够的人，他自然能够拿捏分寸笑话呢是一抹清香刚刚讲了很多，看起来好像是笑话，看起来好像是幽默笑话是一抹清香，能在严肃的空气中注入几分生气。幽默呢是笑话的更深一层更高一层没有内涵，不懂得推理或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他不会懂得幽默。没有机智或极致的人呢，更表现不出幽默，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不苟言笑非常拘谨有人说机智可以靠后天的培养跟训练，但幽默则是一种天赋。其实我们都认为3分是天注定没错了，7分要靠努力了。只要能先学习到求法严肃，用法轻松，就能进而学习到菩萨游戏人间。因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舞台剧的主角，演什么就像什么，该怎么演就怎么演。演完后，在掌声及喝彩中呢，拍拍手，恬淡下台，也不必蓦然回首。这样就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就是轻松自在的菩萨游戏人间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